2.3亿年前，地球上的暴雨下了200万年，由于长时间的降雨，就直接导致了当时地球大量的生物灭绝，史称卡尼期生物大灭绝。不过这次降雨却给恐龙带来了绝佳的机会使得恐龙大量的繁殖，并且迅速蔓延到了全球各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穿越时空，回到数亿年前，看一下地球历史上最潮湿的时代，真正的认识一下什么叫温室效应。2.5亿年前，爱蝶季刚刚结束，地球即将跨进三叠纪。不过这次的跨越并非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在这期间，地球上的生物刚经历了第3次生物大灭绝，史称爱蝶季三叠纪灭绝。这次灭绝就造成了全球96%的物种彻底消失，尤其是海洋生物损失最大。当时的海洋霸主软体生物走下了神坛，直接就加速了脊索动物包括鱼类、爬行动物、哺乳动物的崛起。那么按理来说，地球刚刚经历了一次生物大灭绝，那么接下来的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应该可以安稳的度过一段非常平静的时期可以好好的生活，享受美好的时光。但当时的地球可没有现在这么温柔等待这些生物的将是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因为在爱蝶季的末期还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当时地球上的大陆它漂移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块完整的新大陆称为盘古超大陆。这样的大陆看起来挺好的，没有海洋的隔绝，生物之间走门串亲非常的方便。但这样的大陆存在非常严重的弊端你想一下，由于盘古大陆非常的广阔，就导致了大洋温热的水汽循环不进大陆的深处，再加上这个大陆地势非常的平坦，没有高山也就没有了河流湖泊，对吧？淡水资源非常的匮乏，所以在三叠纪的初期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盘古大陆异常的干燥，沙漠从中心一直向外蔓延。那么问题是，我们现在有没有证据来证明当时出现了严重的干旱有。就是现在全球大陆的地层信息，由于爱蝶季相对来说较为潮湿在地层中有大量的由于植物死亡后在沼泽堆积形成的霉泥在这个地层之上却是红色的砂岩，完全找不到与爱蝶季时期相同的特征。这就表明当时的地球环境出现了巨变，在大陆上很少有水的存在，也没有大型的植物，有的只是一些耐旱的小型植物在这样的信息在全球的地层中都有，所以我们就认为地球经历了一段非常干旱的时期。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当时的恐龙就蜗居在了大陆的南端，它们能够活下去就不错了，它们称霸不了地球。当时的地球霸主是一种更加耐旱、体型稍小、长得像鳄鱼的食肉动物鸟鳄当然我们的哺乳动物的一类祖先也出现在了这个时期比如爱齿兽所以说当时地球上的生物过得非常的艰苦。不过随着漫长的时间，这些生物已经适应了干旱环境，形成了稳定的生态链。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地球将迎来恐龙的时代。2.34亿年前，距离上次生物灭绝仅仅过去了1500万年，地球突然就迎来了长达200万年的降雨彻底就改变了当时的地球上的生态环境。不过这时的降雨虽然持续时间很长，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洪水滔天那种场景，而是那种小到中型的普通洪水，不然地球上的陆生生物就彻底灭绝了。这场雨就是传说中的卡尼期洪积事件。当然我们在全球的地层中也找到了相关的证据上文说了，整个三叠纪的初期都是那种干旱的红色砂岩，其实在三叠纪的后期有末期也是那种红色的砂岩。但是上世纪英国的一个研究小组在三叠纪的地层中还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特征，就像我们吃过的奥利奥一样，在2层干旱的红色砂岩中间夹杂了一层颜色偏深的地层。研究员在其中发现了椭圆形的鹅卵石以及河流冲刷过的痕迹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个地层中充满了植物死亡后堆积的霉泥这就说明在三叠纪的一段时间内，地球环境大变，变得非常的潮湿。那么经过测定这个潮湿的地层开始于2.3亿年前，持续累积了200万年。这样的地质特征在今天全球的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不管是非洲、亚洲、欧洲，这就说明当时的降雨规模非常的大，发生在了整个盘古大陆。那为什么下雨导致了其他生物的这样的灭绝却让恐龙崛起了？其实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时呢，地球霸主虽说不是恐龙，但是恐龙较于其他的生物更为凶猛，这是肯定的。它们本身就有称霸的身体条件，它们一直没有崛起，只是因为食物短缺、干旱造成的。恐龙它一直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干旱的环境只能蜗居在一块很小的地方。持续性的降雨就导致了当时地球上的植物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些耐旱矮小的蕨类植物很快就被高大茂密、叶子面积更大的植物所取代，这样就造成了那些以矮小植物为生的这个动物数量锐减。
不过植物的改变对恐龙来说就是崛起的关键，它们迅速繁殖，并且扩散到了盘古大陆的各个地方。那么证据就是在发生洪水以前，在地层中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中，恐龙只占了5%，数量非常的少。但是在洪水之后基本上都是恐龙化石，占比达到了90%以上，这足以说明恐龙在降雨期迅速崛起，并且称霸了地球。那关键的问题是，地球为何会突然降雨，还下了这么长时间？原因就是当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迅速升高，导致了全球温度大幅飙升，平均气温增加了3到10摄氏度这还只是平均变化，那么在局部地区的温度变化肯定非常大，这就导致了全球海洋大量的快速的蒸发，整个地球一时间变得非常的潮湿，直接就是一个桑拿房的模式那二氧化碳又是怎么来的？因为在降雨以前，地球上经历了一次大型火山喷发，并不是超级火山那种而是缓慢的持续性的喷发这个时间长达500万年，岩浆堆积了6公里后，史称格兰利亚火山喷发它就给地球带来了大量的温室气体，造成了长达200万年的潮湿气候。那降雨最后又是咋结束的？当然是因为地球的温度又恢复到了正常的情况，海洋蒸发量的减少，主要原因还是火山活动的停止空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在几百万年的时间内被植物大量的吸收，被雨水带到海洋，然后被岩石吸收。当时海洋的酸化还直接导致了大量珊瑚的消失随着二氧化碳浓度的降低，这个降雨也就停止了。不过在这之后，整块大陆又进入了长达数亿年的干旱时期，直到1.8亿年前盘古大陆开始分裂，地球又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那可以看出，这场大雨直接改变了地球的生物结构，至少它刷新出了统治地球数亿年的恐龙，而我们哺乳动物一直在恐龙的脚下求生存，直到6500万年前，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地球进入了哺乳动物的时代。可以看出，每一次大的灾难都会给地球带来一位新的主人那么目前的主人是人类，但是自从人类活动以来，尤其是近100年来人类把大量的化石燃料又挖出来燃烧，导致了二氧化碳浓度再一次飞速升高，森林的砍伐更是加剧了地球生态的破坏。自工业时代以来，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1度。那么按照这样的速度来看，你觉得下一个地球的主人是谁那我觉得人类应该把王位让给小龙虾那么外面的生物来到地球以后就会发现，这个星球还不错，这里的生物挺好吃的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